朋友们，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悟之人，一个觉醒者，那就把这期内容认真地看上2遍，然后再重新审视一下你一直以来都十分信赖的大脑，感受一下为什么你一直活在痛苦、烦恼和情绪里走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把本来应该是我们工具的这个大脑当成了你的主人。大脑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你这个肉身身上安装的一个随时可以被强大的惯性系统的钩子给勾住或者链接上的一个装置而已。系统就是利用你的大脑来驱动你的肉身去在各种习惯下做出自动化反应，去不断的造业。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最相信的人往往伤害你最深，大脑其实就是这个伤害你最深的东西，而你却不自知。好，我们先看看大脑到底是怎么运作。大脑每秒钟实际接收到的信息量有200万比特，比特呢是信息量最小的单位。你先不用管这200多万比特它到底代表了多少信息，因为重点在后边。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呢每秒最多只能处理2000比特，200万中的2000，0.01%。你看，这就是真相。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有天生的傲慢与偏见呢？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依赖于大脑的认知而活，认为大脑是一个无比伟大神奇的存在，把教育、训练、开发自己的大脑当成一生中的首要任务。可是你再怎么从这着手下功夫，你的大脑也就这么一丁点本事，它的盲区远远的大于已知，可是我们却不自知。记住，你的大脑带着你陷在一个圈里，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当中，一个局限里，你根本跳不出这个局限。只要你用大脑一思考，你就只能一直处在这个局限里，因为你的大脑其实就是一台2元模式的计算机，这代表它只能以一种方式思考，那就是联想和比较。它只能以是或者不是、黑或者白、好或者坏、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底层逻辑来思考。不信你现在复盘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收到任何一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先贴个标签，是喜欢还是厌恶，认同还是反抗，好还是坏，善或者恶？不管怎么样，都是2元对立的思维模型，这个跑不了。大脑为什么这样运作呢？因为它是人类的本能性，它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生存，它只能这么分析，因为它能分析出来什么事对你有利，什么事对你不利，这样的话你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特别是在远古社会，这是大脑天生的运行模式。所以人的各种贪嗔痴慢疑，还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其实都是大脑思维从分别心到执着心到攀缘心、妄想心这些一堆的东西、一堆的念头衍生出来的。只要是你用大脑思考的，一定如此。所以千万不要神奇化你的大脑。什么人类的大脑无所不能，如果开发到多少就怎么样。我们就是被这种教育所害。深刻的顿悟一定不会在纯粹的思考之中诞生，而是跳过大脑2元模式的局限，进入到了极致的安静、专注、无为的状态之下，链接了高维的智慧后产生的。这个你一定要明白，你所谓的思考，其实仅仅是你的大脑在检视你所存储为记忆的那些过往的信息而已。你大脑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社会习惯的操纵下，让你不断的去思考，去分析有的没的那些道理，然后呢再不断的去评判、消耗，最后它通过这个过程把你的所有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你的专注力都给吃掉。这样你就会乖乖的继续按照这些习惯去不断的重复已有的内容，让你继续保持你现在的这个提线木偶的样子。总之，大脑就是爱胡思乱想、爱评判、爱否定别人，同时又爱否定自己。
而且这些呢，全部都是打着思考的幌子。我告诉你，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的人呢，无一例外，他们无时无刻都在不停地思考。他们的大脑呢，已经就像在高速上刹车失灵的汽车，车速都已经飙到220了，根本停不下来，一直都在高速的运转，不停地思考。不信你现在回想一下，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往往就是你不断地反复思考的时候呢？大脑呢，只有思考这一个功能，并没有其他的用处，所以它只会竭尽全力地让我们相信，思考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事。其实儒释道早就在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了，要无我和无为。你一旦确信了思考的重要性，那结果就是你会认同于它，臣服于它，你就会被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习惯系统呢所控制。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教育体系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建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天生难逃社会习惯的驱动。就像你在大染缸里游泳，能不沾染上颜色吗？你在都是习惯和相的这个世界里生存，能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吗？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三维世界里，只要是用大脑去思考，就不可能找到跳出这个局限的方法。你所思考的一切，包括上帝、宇宙、无限、高维或者任何东西，都只是一些在这个局限当中的概念而已。任何你可以命名、可以思考的东西，全部都是在这个局限里。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局限里面，而局限以外的东西都是未知的，但是那些未知才是真相。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爱情，你以为你了解爱情，其实你不知道，只是呢，我们为了方便起见，起了个名叫做爱情，但是这个名字呢，可不是它本身。就像是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给道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道，其实这个名字也不是它本身，它们只是一些词语，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但是没办法，拥有高维智慧的人总要和世人讲话吧，所以只能给他们都起上名字，用能听懂的简单的语言来布道或者讲法。这一点呢，老子的《道德经》里边总结的最清楚了，名可名，非常名，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只要一命名，一去定义，这就已经不再是无为了。这里呢，就加上了人为的造作。其实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把老子的这个提醒给展开详细的说了一下而已。反正我们记住一点，一定要警惕任何一个习惯，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控制你的大脑，让你觉得当时那个就是你，真真切切。但是你错了，那个其实不是你，只是系统呢借用了一个或者几个习惯，然后链接上了你的大脑，又捕获到了你的专注力，然后你的大脑就成为了系统的帮凶，拼命的去评判。这个过程呢，就是你在被系统消耗，在给系统喂养你的专注力，也就是你的自由意志，直到你被吸干，然后系统的这一轮进食就结束了。你那个不成熟的小灵魂呢，就又被摧残了一次，你的业力呢就又增加了一些，你离智慧和觉醒就又远了一些。但是你如果每次都能在还没有被惯性系统吃掉之前，你就意识到，看见我被什么习惯勾住了，这个正在思考、正在评判的大脑不是我，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你的救命稻草。这就是你绝地反杀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武器和心法。就像对待幻觉一样，你只要是看见它了，你就能重新做主了。至少你能做的是让你的大脑停止评判，至少你能做到的是让你的大脑开始从思考的状态拉回到对身体的感觉上。你看见它来了，你告诉自己它来了，然后你就闭上眼，把全部的感觉都放在呼吸上。
或者放在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短短的几分钟，不用多，惯性就会无功而返，松开你大脑上那个钩子。这就好比你是一只兔子，你正在躲避猎人的追杀。当猎人来了，你能做的不是去对抗或者奔跑，而是静静地躲藏在树丛当中，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不做一丝的动作，完全静止。你只是用眼睛去观察猎人，只要坚持几分钟，你就会看见猎人无奈地走开。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无为。举个例子，你每次看到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你呢就会被惯性所控制，习惯性地对你使出情绪的猎杀武器，让你对孩子愤怒、暴躁、歇斯底里、大发雷霆。等你发泄完了之后呢，系统就开始借用大脑这个帮凶呢，让你开始不断的自我评判，开始自责、反省、悔恨、心疼、自我否定，直到深夜，你被消耗到精疲力尽。长此以往，毁的可不只是你，更关键的是你把孩子也毁了。他的业力，他的潜意识就是被你的这些习惯所不断的强行的注入、加强。这就是孩子的原生家庭，成为他未来人生当中的缺陷，以后他也会轮回你的痛苦。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吧？伤害别人的你，还有曾经或者正在伤害你的人，他们都不是自己，他们都只是习惯的提线木偶而已。他们也很可怜，正如你也很可怜一样。所以哪里来的什么怨恨？你怨恨别人，怨恨自己，其实都没有必要。你要做的只是醒来，记起自己，找回自己就好了。你身边的人也自然会因此而受到感召和影响，仅此而已。只要你能保持基本的警惕性，守住那可贵而又可怜的专注力，你的觉知和智慧呢，才会慢慢的升起来。慢慢的，你就会觉醒，你的良知呢，也会逐渐的光明。记住，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你的肉身之外，它出现的方式一定是直觉和灵感，它是来自更高维的能量，绝对不是你大脑可以创造和给予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想要通透，首先只有让你的大脑先安静下来，停止纷繁的思绪，停止妄想，停止颠倒梦想，像那些高人一样，把你的大脑当成好用的工具，用的时候你就用，不用的时候你就随手扔下，它动你也不要理它。大脑在一个高人那里呢，最实用的用处就是以下5点：第一，观察；第二，解决当下实际的问题；第三，与他人沟通；第四，服务于注意力和智慧；第五，保持与良知的协调一致。这些就是大脑应该起的作用，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而不是主导。主导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宝贵的自由意识。大脑它就是一个接收器，就是一个感应装置，就是一个工具零件。一不小心呢，它就会成为惯性的帮凶。因为谁让你很容易就会去认同它呢？当惯性操控着它对你下手的时候，一定记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把感觉呢拉回到身体上，以无为的状态去让那些机械性的情绪联想呢，从你眼前流经。这种不带评判的、不介入的观察，就是所谓的内观。此时的你就是心经中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这就是在行动中的冥想，这就是打开你高维智慧的法门，这就是拯救你自己唯一的良药秘方。你看很多那种享清福的人，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事都看得明明白白的，然后让它自然流淌，不干涉，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照料好自己的灵魂、内心情绪，
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就很有福气。做好我当下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让它很有品质。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好吗？非要算计来算计去。大家把这些理念心法都掌握住，那你的人生智慧境界一定会提升不少，一定会大大的改善生活体验的。慢慢的心性就变了，心性变了，恶业习气也就没了，你的业力就变成正向的了，它会迫使你越变越好。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不能思考，而是要提起那一念的觉知去思考。我们不是不作为，而是要提起一念觉知去作为，要无为而为，无所住而为，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